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一位母亲和2个子女在车库里不幸遇害，车辆天窗还诡异地放着一双鞋子。就当警方以为已经抓到凶手时，案情却几次发生反转。制作不易，希望大家看完后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。故事发生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东南部的乔治敦镇。2000年9月28号当晚9点半，当地警方接到一个男子报警，他要求警方马上派人到他家，因为自己家人遭遇枪击。那出警的探员在电台中收到调度后，他们大吃一惊，因为目的地是他们前同事大卫的住所。虽然此前去过很多次，但开着警车鸣着警笛去，这还是第一次。来到现场后，探员看到大卫表现非常的沉重，他稍微安慰了他之后，便走进了警戒线内开始取证。在大卫家中的车库门前，有一条长长的黑紫色血迹。大卫7岁的儿子躺在车库大门的内侧，上衣被拉至胸部，右手与肚子间夹着一件长袖运动衫，早已没了生命体征。而在运动休旅车的乘客座位车门旁，则躺着大卫的妻子金姆。他的上衣同样被掀至胸部，长裤被脱下盖在上半身，脚上的鞋子呢也不知所踪。大卫5岁的女儿吉尔则躺在车辆的乘客座位上，脸颊还有一道血痕，那同样是命丧黄泉。案发现场除了血腥，还弥漫着一层诡异，因为车顶上居然整整齐齐地摆着一双女鞋。他看到这里，探员深吸了一口凉气，他不怕凶手逃得远，就怕他是有变态嗜好的连环杀手。那一夜之间一家3口惨遭杀害，事情传开后就立即引起了热议。大卫的岳父岳母更是无法接受，他们38岁的女儿和2个可爱的孙子孙女，怎么会遭遇这样的事情？在车辆的车柱上，法医虽然没有找到指纹，但采集到了一个掌纹。在车辆挡风玻璃下和座位间隙里，他们分别找到了2枚弹壳，第3颗呢，则是在后排的座位上。3个弹壳，3条人命，凶手心狠手辣，作案干净利落。那由于现场没有找到手枪，所以警方就排除了自杀的可能。可住所内外也没有盗窃和强闯的痕迹，那凶手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？探员最先想到的就是，这会不会是一起报复呢？因为大卫此前是警察，职业生涯中也遇到不少歹徒。那由于大卫特殊的身份，加上当地原本民风淳朴，所以事情曝光后，立即就吸引了媒体的强烈关注。他们甚至派出了直升机进行报道。那社区里的住户更是人心惶惶。在镜头面前，大卫哭诉自己深爱着2个孩子，家庭呢原本幸福美满，那现在只想妻子和孩子们回到自己的身边。而在场的人听到后那是无不摇头叹气。试想一下，2个孩子，最小的才5岁，最大的也不过7岁，却不幸遭遇如此毒手。而在警员走访周围人的同时，法医也对受害者进行了尸检。法医发现大卫儿子的脸被枪支的火药粒子溅射，形成了很多大小不一的黑点。那也就是说，凶手几乎是当着孩子的面开的枪，那真是天杀的家伙，对着这么小的孩子居然下得了手。而至于大卫的妻子，法医就发现，虽然他的长裤被人脱下，上衣呢也被人掀开，可他下体中却没有任何被侵犯的痕迹，反倒是在5岁女儿的身上，法医发现了疑似被侵犯的痕迹，而且伤口时间是在24小时以内。那由于大卫是第一目击者，所以呢马上就被警方带回了警局。根据大卫的说法，案发当晚7点到9点20分，自己在附近的教堂打篮球，之后开车回到家中，却发现了妻子躺在轿车旁边，而周围呢还有大片的血迹。由于车门没关，自己马上进入车内查看，在车里呢就发现了儿子和女儿。他把儿子从车里抱出来后，自己将其放在地上，试图进行抢救，却发现徒劳无获。他看着车里怎么也叫不醒的女儿，自己就不得不选择报警求助，然后跑到街道对面的亲戚向他们寻求帮助。
可很快警方就发现了奇怪的地方。那大卫说自己曾抢救过儿子，可在现场根本就找不到痕迹，那包括大卫应该出现的鞋印，而且大卫当时身上也没有明显的血迹。那当被问及和妻子的婚姻关系时，大卫说自己的婚姻很美满，可周围人告诉警方，大卫口中所谓的幸福美满全都是谎言，因为大卫仗着自己高大威猛、英俊帅气，经常到处沾花惹草，出轨的对象足足有10几个，他们夫妻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。那其中一个叫做朱莉的女人表示，自己和大卫认识的4年之久，那以前的话每个星期都会和他见面，每次见面时几乎都是在大卫的巡逻车上，而每一次那车辆都得忍受他俩沉重的压力。那除了婚姻上的谎言，大卫另外一个反应也很耐人寻味。审问时，警员告诉大卫说，我们知道你女儿曾经遭遇猥亵。那大卫不但没有激动，还反问警员，那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事我一点都不知道。而大卫种种奇怪的反应，就让警方觉得他的背后肯定有秘密。他们去找了当天和大卫一起打球的朋友，那结果他们都表示，当晚7点多到9点多时，大卫一直和他们在一起，而且11个朋友都是这个说法。虽然大卫的不在场证明不太可能造假，但还是有一个矛盾点，大卫当天身穿的白色短袖上有枪击反溅的点点血迹，那就像你站在湖边朝水面扔石头，那溅起的湖水就会打到你的身上。那基于这个现实证据警方就以涉嫌谋杀正式将大卫关押入狱，并且在1年后的2002年1月向法庭正式起诉了他。在法庭上，检方传唤了多名与大卫有染的女人，他们亲口承认是大卫不断挑逗他们，那即使他已经有了家庭，即使他的妻子此时正身怀6甲，但陪审团依然不太相信，一个曾经当过警察的父亲怎么会对只有5岁和7岁的亲生孩子下手。那直到检方说出了一番惊人的话。检方表示，大卫这个人存在严重的性暴力，甚至把魔爪伸向了自己的女儿。妻子知道后扬言要告发他，为了避免事情败露，大卫选择灭口，然后伪造成外人作案的假象。那频繁出轨的第一印象，检方律师的惊人推论，法医报告的确凿证据，让陪审团彻底倒向了检方。那见过渣男，但是没有见过这么渣的丈夫。那大卫的律师又怎么辩护呢？他们同样找了专家勘察现场，就发现案发现场妻子的血液在警方到达现场前就已经发生了分层。那血液之所以会发生分层是因为血液含有很多种成分，那只要放置一段时间密度较大的血细胞就会下沉，而上层就剩下密度较小的血浆。这个过程如果没有外力的作用，那一般都需要几个小时。而在大卫这起案件中，通过案发现场的照片，专家就认为案发时间应该是在7点半左右，比大卫回到家早了2个多小时。在11位球友的作证下，大卫根本无法抽身回家作案，所以凶手不可能是大卫。而另外一点，那检方说在现场找不到大卫实施抢救的痕迹，那是因为大卫作为一个警察，他受过严格的训练，知道保护现场的重要性。那就这样，庭审进行了足足9个多星期，但是陪审团最后还是认为大卫罪名成立。那法官因此判处了大卫195年的监禁。被判刑后的大卫不服，重新找了律师提起上诉。律师审视案件之后就提出了新观点，他说大卫上衣的血迹不是开枪或反溅的，而是在将女儿从车里抱出来时碰到的。而女儿当时头上有血迹，刚好就碰到了大衣的上衣下侧。而辩护律师还找了辆类似的车辆，然后让一个假人躺在后座上，那头上用红色染料模拟中枪后的伤痕，那证明这种假设有实现的可能性。而不但如此，这位律师还抓住尸检报告的细节。他说大卫女儿被猥亵的结论只是法医的一个推测，因为法医没法说明伤痕形成的准确原因。那除了以上2点，大卫的律师还加了2条。那其一，
当天与大卫一起打球的那11个人，他不可能同时做伪证。这说明大卫在案发时间段确实不在家中，这是无可反驳的事实。然而陪审团却直接忽略了这个事实。其二，检方在法庭上一直强调大卫的出轨，从而让陪审团对大卫形成不好的印象。那无论大卫有多花心，这和他是否有杀人完全无关，这完全就是两码事。那事实证明大卫没有请错人，法院很快就将案件驳回重审，同时还告知检方不能用大卫的婚外情引骗陪审团。那当然，上诉成功并不代表大卫就能被改判无罪，那只有确凿的证据才能说服新陪审团。那后来大卫的律师还真的找到了新线索，案发现场大卫儿子旁边的那件灰色长袖上有第三人的 DNA， 除了 DNA， 他们还发现衣领上还隐隐约约有个单词，这个单词的字面意思是人的脊梁骨。律师觉得很奇怪，为何要在衣服上写这个单词？就在他们疑惑不解时，这件衣服上的 DNA 检测给出了答案。专家将 DNA 输入数据库对比后，发现 DNA 的主人是一个名叫做查尔斯的黑人男子。那翻开这家伙的档案一看，大卫的律师就发现，查尔斯此前因为对女性施暴被关进监狱5次，他的手段是一次比一次凶残。而案发前的4个月，查尔斯刚刚出狱。那其中一条记录上还写着，查尔斯对女性腿部和鞋子有特殊的癖好，而作案时呢，喜欢戴着白色面具。那这时律师就忽然想起，在案发现场的车辆上刚好就放着大卫妻子的鞋子，而更巧的是，查尔斯有个外号，名字呢就是前文中的 Bad Burn。而律师呢就马上将这个情况告知警方，让其帮忙抓人。而不久后，美国警方就在肯塔基州找到了查尔斯，并把他带回了局里。那看着探员摆出的衣服照片，查尔斯承认衣服的确是他的，不过现在不是他的了，因为此前自己觉得这衣服太旧，便把它丢到了旧衣回收站。那至于衣服之后的去向自己就不知道了。查尔斯还说，我虽然很混蛋，但我真的没杀人。那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，警方呢只能放查尔斯回家。不过离开之前让他留下了掌纹，将其和案发现场的车辆的掌纹对比，那结果完全匹配。而刚回到家的查尔斯呢，凳子还没坐热，就又被警方带回了局里。那基于车上的掌纹还有长袖上的印记，大卫的律师就认为真相应该是这样的。案发当晚，凶手查尔斯埋伏在大卫住所周围，确定大卫开车外出后，他就进入对方的家中埋伏。一段时间后，大卫妻子和2个孩子游泳回来，然后查尔斯呢就开始作案。期间还把大卫妻子的鞋子脱下，整齐的放在车顶上，开始慢慢欣赏。为了避免事情败露，查尔斯呢就用枪指着大卫女儿的下体，要求他们安静。但是小孩子的哭闹声还是惹恼了他。那最终一家3口惨遭射杀。但事情真的是这样吗？查尔斯虽然承认了自己的谋杀事实，但也爆出了一个惊人的猛料。他说自己此前在社区公园里见过大卫，当时大卫给了自己$250，让自己去买一把来源合法的手枪。当时自己虽然觉得很奇怪，那这家伙明明有持枪证，为什么要找自己买枪？但当时呢，自己也没有多想，钱到手后了，就回到车里准备离开。在大卫住所外的小路抽烟发呆时，查尔斯遇到了一辆开往大卫住所的休旅车，那没过多久后就听到了争吵声，还有3声枪响，所以自己呢就马上下车跑向车库查看，结果就发现了躺在地上的女人。他走向休旅车时，自己把手放在了车柱上，他看到了2个中枪的孩子。而正当自己无比震惊的时候，大卫呢就突然出现在身后，还拿着枪指着自己。可幸运的是，大卫的手枪呢突然卡壳，自己才有机会趁机逃走。而在走向车库大门的时候，自己不小心被一双鞋子绊倒，所以自己便捡起鞋子将其放到了车顶，然后匆匆离开。那按照查尔斯的说法，凶手明显就是大卫，那自己呢只是卖枪送衣服的中间商，不幸目睹了大卫的作案过程。可大卫的律师认为查尔斯在撒谎。那首先，大卫此前作为警察受过专门的射击训练，
手枪卡壳的问题，他闭着眼睛都能解决。那其次，查尔斯说自己把鞋子放到了车顶，这就非常荒唐。那当有人拿枪要杀你时，那你不但没有拼命逃跑，还专门把地上的鞋子放到车顶，你这是在羞辱我们的智商吗？而在警方的追问下，查尔斯就说出了各种版本，甚至一个比一个离谱。可是不管他如何圆谎，他肯定有参与作案，所以法院最后判处他罪名成立，附带了225年的监禁。而在查尔斯被判刑的同时，大卫也迎来了他苦等多时的消息，那检方全面撤销了对他的指控。那从监狱回到家中，大卫聚集的好友开香槟准备庆祝，可还没过去1个小时，警方就又出现在了他家门口，手上还拿着一张逮捕令。而警方之所以会重新逮捕大卫，是因为他们证实大卫当天那件短袖上的血迹确实是血液反溅的结果，而非直接接触的结果，所以就重新提起了指控。而在短袖的这个铁证面前，警方就改变了以前的说法，他们就认为凶手不应该只有查尔斯，大卫也肯定参与其中。重新审视案件后，警方对案发过程做了修改，他们觉得真相应该是这样的：案发当晚7点多，在妻子和2个子女游泳回来后，大卫要求妻子对自己猥亵女儿的事情保密，但被妻子直接拒绝。他一气之下，他就杀害了妻子，2个孩子作为目击证人，也不幸丧命于大卫枪下。那至于查尔斯，他只是被叫来清理现场的，那这样大卫就能继续去打球，让11个球友为自己作证。而在清理现场时，查尔斯看到大卫妻子的尸体后，自己的练腿癖就发作了。在猥亵大卫妻子的双腿后，他把大卫妻子的鞋子放到了车上，像欣赏战利品一样自我享受着。而就在查尔斯陶醉不已时，大卫回到了车库，用枪指着他，试图栽赃嫁祸，然后伪造成英雄救妻的假象。可好巧不巧，手枪却突然卡壳了，以至于让查尔斯有机会逃走。而警方还补充了查尔斯交代的情况，案发那把手枪是一种很便宜的手枪，经常会发生卡壳。而射杀的计划失败之后，大卫就改变了计划，他把查尔斯那件包裹手枪的长袖放在了儿子旁边，以此误导警方的调查。那当然，这个过程只是警方的推论，真实情况究竟如何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，大卫那件短袖上的血迹表明他肯定有参与作案。而根据印第安纳州的法律，无论是主犯还是从犯，都得接受一样的惩罚。那所以事情到了这里就结束了吗？当然没有。那纵观全局在大卫和查尔斯2个人中，肯定有一个人在撒谎，或者是说只说了一半的事实。而要想知道是谁在撒谎，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案发的手枪。为了找到这把枪，警方里里外外把大卫家搜了个遍，甚至还搜了12英里外的一个湖泊，但都没能找到。那所以控辩双方是吵得越来越凶，甚至还吵到了3审。而3审时，检方就改变了自己的说法，他们认为妻子那30万美元的保单才是大卫的作案动机，并且专门在案发地和住所开车试验，证明作案实现的可能性。那加上大卫短袖的这件王牌证据，检方就认为自己胜券在握。可不料打脸的事情很快就来了。为了反驳检方，大卫的律师表示，大卫自打从警局离职后，就跟着他叔叔管理公司，收入也比此前翻了1倍，根本就不值得为了这点钱杀人。同时律师还爆出了一个惊人猛料，此前检方那位坚称血迹是反间的专家，他的学历和资质被证实存在造假，这顿时就引起了台下听众的热议。这搞了大半天，检方居然请了个假的专家。而在法庭上造假，这是件非常严重的事情，那况且还是在自己的王牌证据上造假，这就更加严重了。那检方还表示，如果短袖上的血点真的是开枪后反溅的，那大卫短裤上就应该有更多的血雾，可事实是没有。那如果检方的说法是对的，那大卫上衣和短裤的血溅形态
直接就会互相矛盾。说到这里，小袁要告诉大家，那血溅形态分析学虽然经常可以帮警方破案，它的确有建立在科学上，但同时呢，也建立在猜测上。它所谓的血溅形态证据，是通过观察案发现场的证据，通过以往累积的经验而努力去推测案发当时的情形。但由于现实情况中会存在很多干扰因素，所以也不一定100%就是准确的。那律师能做的就是选取对自己有利的一面，努力的去说服陪审团。而这一次呢，大卫的辩护律师就成功说服了陪审团。那从案发的2000年9月到2013年10月3审被判无罪，那大卫足足经历了13年的煎熬。那为了让大卫从监狱里走出来，他的家人和叔叔更是倾尽全力。那前后呢，花费了450多万美元，还是10年前的450万。从监狱出来后，大卫就加入了一个名为无罪调查的公益机构，那主要是为囚犯提供刑事辩护还有调查。而他本人的事迹也被媒体多次报道，例如48小时等著名节目专门就为他拍摄了相关的纪录片。而2014年时，大卫就起诉了弗洛伊德县和印第安纳州的部分官员以及机构，要求他们赔偿自己3000万，以弥补这13年来自己受到的伤害。不过最终只获得了县里赔偿的45万。那至于针对州里的起诉那全部被驳了回来。那13年的光阴，450万美元的天价费用，那换作是普通人根本就没法承受。那美国的司法呢，它其实是个很神奇的存在，它既可以被金钱篡改，那也可以被金钱纠正。对于大卫这起案件，不知道大家认为它是被纠正了呢，还是被篡改了呢？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